烧鸟听着很装逼，但在日本就是撸串儿。不过有一些富人啊，他们觉得撸串儿这个动作非常不优雅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每天在想什么。于是有了这家店，今天直接吃出了烧鸟的真谛。不愧是托利西 K 的监制，人家这么多年都排日本第一，果然还是有点东西的。又到吃烧鸟的日子，他家在惠比寿，和东京众多米其林餐厅挤在了一起，但他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米其林的认可，我自己说了算。一进店你就会发现，越好的烧鸟店，座位会离大酱越近。すみません。主要是为了那个，这个箱子是干嘛的呀？一味大酱，5个学徒，配置很日本。开始吧，小菜是一盘寿司，海苔包着鸡胸肉，紫苏叶寿司酱，上面刷了一丢梅子酱，一股淡淡的酸甜果味。第二个菜是炸春卷，里面的馅儿是鸡肉的内脏磨成泥做的，口感像土豆泥，但是内脏的味道非常浓郁，像是在很高级的烤肉店才会吃到的东西。这个菜的设计有点像喜之郎果冻，就是蔬菜版东北肉冻，凸显的就是一个高级的感觉。这个鸡汤馄饨其实很重要，高情商，大酱在追求极致软烂的口感，低情商，它是炖了多久呀？有一点像四川的鸡汤抄手，但是超级浓郁的鸡汤打底。我回去一定要尝一下鸡汤里面加蒜头。今天的第一盘肉是滴着肉汁的烤鸡腿肉，果然没有芊芊，它滴的那个油水非常像广州那边隔水蒸鸡蒸出来那个鸡汤，鸡皮上的炭香也很明显。上一次吃到这种炭的味道还是在托利萨 K， 就日本第一的烧鸟店，但是这是今日份的活到150，它上面那个酱是芝士跟蛋黄搅在一起的，它有点像咸蛋黄炒到冒泡泡的那个时候的口感，味道还有一点美乃滋。接下来居然是一盘鸭肉，哇，突然想起了成都的温鸭子。第一次在烧鸟店看到了鸭肉，它是用和牛的烹饪方式，低温烹饪的和鸭，这个粉嫩的鸭肉像是5分熟的西冷，鸭皮很厚，一口下去，鸭肉纤维里的油水会直接爆出来，再来一块烤的甜葱根，好的店的葱就是会很甜。下一个菜是小饼加上炭烤鸡肉丸，上面是一个鹌鹑蛋蛋黄，好可爱，它里面软嫩的部分还带了一点脆骨，非常像我豆腐嘴刀子心。把烧鸟的那个木签取掉之后，会实现更高级的一种口感。然后是海苔配烤年糕，虽然是糯叽叽的口感，但是居然一点都不粘牙，是大海的味道啊！这个菜是烤鸡皮，刚进嘴像是猪油渣，嚼到后面像是脂肪口香糖。鸡皮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又软又脆的东西，对吧？哇，这个菜很厉害，它这个造型真的很像菌霸，虽然剔除了骨头，但是保留了软骨，吃起来像猪耳一样方便。下面还搭配了萝卜泥解腻，它这段烤的非常的自然。然后是烤鸡屁股，第一次看到鸡屁股有这么好的待遇，因为它的脂肪真的很多，咬下去真实的在爆油，可能这个就是鸡油味的 QQ 糖吧，好 Q 好油。这个是他家最具特色的菜，很多客人来都会直接点3份，像是开了花的鸡腿，先油炸了一遍再烤，最后撒上孜然跟辣椒粉，里面的鸡肉还很鲜，这一盘鸡泥太美了，吃一口就会爆炸。然后是素菜烤红薯，看着黄油融化，还挺开心，就跟日本人很喜欢在西瓜上面撒盐是一个道理，为了让它显得更甜。最后一盘肉是鸡腿3吃，可能因为我没有了签子，所以他们家每个菜都很扎实，炭火的味道让鸡肉完全不腻，甚至有点韩国烤肉的意思。最后的主食是鸡汤烤饭团，太牛了，它就是带锅巴的四川鸡汤饭。最后的甜品是一碗刨冰，在日本还挺少见的。吃完之后我发现这样的烧鸟店真的很适合开在国内，虽然不是传统的串串，也不是特别高档的食材，但是每一盘的设计都很用心，非常的出片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嘎样，真牛啊！东京，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城市。虽然我的账号就叫东京阿基，但是来日本这么久了，我都没有正儿八经介绍过它。所以我就在想啊，如果我只有1天的时间，我会在东京做一些什么事儿？我们和上次的神奈川一样，就从早饭开始。首先，如果你的预算比较足，我真的很推荐尝试一下东京的怀石早餐，服务和体验都特别的好。但是那个什么，作为早餐确实有点贵。如果想省一点，回转寿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毕竟早饭吃好了，才会有接下来的事儿。代官山是一个很适合上午散步的地方，那家米其林1线的咖啡厅，还有非常网红的鸟屋书店都在这儿，感受一下日本富人区的氛围。而且它的旁边就是涩谷，就是那个很大的交叉十字路口。涩谷玩的地方可太多了，忠犬八公的故事就是在这儿发生的，还有超多的影视作品都在这儿取过景。到了午餐时间，最好不要吃太油腻。这家现烤的汉堡肉我很喜欢，而且也不贵。吃完饭我一般会去唐吉诃德逛一下，它是一个综合性特别高的百货，主要是因为他们家特别的便宜，所以当地人也很喜欢。野餐一定要备一点零食，带这个晴热价格 logo 的还不错。这是我在里面特别喜欢的香菇干，叫追星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涩谷经常会有各种明星的快闪店，比方说现在就是某女团，上个月是某电视剧，反正比较火的东西都会选在这儿。接着下午的时间会很充裕，可以有很多选择。如果你觉得去迪士尼太累了，可以爬一爬东京塔，这个可是东京的标志，巨壮观。不想爬楼梯还可以坐电梯，钢铁森林还是很浪漫的。接下来肯定是很多粉丝想去的地方，秋叶原虽然很难一句话讲清楚，秋叶原只需要记住一个点，就是不要在你看的第一家买。但其实就算不花钱也会很开心。最后就是东京的夜景，一定要带着喜欢的人去喜布亚 Sky， 静谧而美好，感觉就是形容这儿的。东京真的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，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成为任何人。我也开始慢慢意识到，这个复杂的城市包容的并不是人，而是美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。
最后提醒大家，在东京玩的时候，可以等到最后一天再购物。买东西的话，可以直接去 Donkey， 因为这里的东西真的相对便宜，基本上只要是日本的日用品，还有药妆，在这儿都可以找到，不用担心被坑，也不用担心买到假货。好了，卡维尔这么久没更新，干什么去了？其实主要是回国了，时隔4年终于回来了，我好兴奋啊！这次来上海主要2件事儿，一是来参加个大博主的婚礼，二就是今天这家店了。早就听说上海有很多好店，但是今天这家本帮菜不仅拿了3年的米其林，还拿了3年的黑珍珠，什么牌面啊这么大？这次回国主打一个见世面。这是我回国之后探的第一家店。我真的很喜欢上海的晚上，华灯起，夜色阑珊，感觉很让人安心。你好，我是刘，7点半预定的3位，但他们2个还没来，我先到了，我可以进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这个餐厅是真的很大，进门的这面墙也很牛，点菜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服务态度是真的好。餐前小菜会送一个酸桃子，很脆，主要是清口用的。第一个菜就非常的重磅，九转小肠，看看他有没有保留一些东西啊。他家把小肠卷得特别的紧实，再加上小肠很瘦，是特别有层次感的劲道，油香油香的卤水，很想直接泡饭吃。然后是他们家的特色菜花雕醉虾，虾身里面塞得满满的溏心虾膏，真的很夸张，料汁有一种淡淡的梅子味。一嚼它，里面的虾膏会被挤出来，摊在舌头上的体验真的很美妙，但是有点贵。然后这个菜是螺片和田鸡，和田鸡是世界5大名鸡，比我有名多了。淋上料汁拌好之后就可以吃了，厚厚的鸡皮很 Q 弹，而且鸡香特别浓郁。一句话总结就是加了螺片的葱油丝鸡，但这个螺肉确实没什么存在感。然后下面这个菜很厉害，叫红鲟蒸米糕，名字取得真好。简单来说就是猪油饭蒸膏蟹，我也很高兴，它那个红膏真肥美，荷叶的清香也很明显。下面蒸饭用的海鲜酱油特别好，饭的海鲜味特别浓，而且越嚼越香，前肉也很饱满。但这个菜是真的扎实，建议后面再点。然后是一盘煎鱼，鱼皮炸的油脆油脆的，吃起来像蒜瓣肉。然后服务员送了我们一碗福建的卤面，因为是用虾头熬的汤，一翻面那个虾味就扑鼻而来，好浓的虾味。然后这个菜叫姜母鸭，油煎的姜片真的很香，看上去真的很像张茶鸭，但是调味却是生姜汽水。然后这个菜我很喜欢，叫葱烧河鳗，它是把鳗鱼先煎后烧，去骨之后里面塞了香菇。吃的时候我就在想，虽然它是鳗鱼，但真的很像在吃红烧肉，还是肥肥糯糯的那种，舌头一顶，鱼肉就在上膛下面散开了。这个菜是意式炸黑猪，酸甜的调味，显得炸过的猪油更香了，很像零食的感觉。然后最后的甜品是个茶冻，我真的太推荐它这个了，十分收敛的奶甜，配上浓郁的茶香，口感又像很稀的双皮奶，特别的好。今天吃的最好吃的菜，每个菜吃完都是最好吃的菜。删掉这一段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吃得非常的开心，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的话，一定常来。阿吉推荐指数8分，卡维尔，回国真好。和牛是日本从1956年起改良牛中最成功的品种，也是全球公认的最优秀的肉用牛。所以就算日本人没身份证，但这牛必须得有，就这么拽。又到了吃和牛的日子。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一家店，它在日本的和牛界非常的有名。其实日本的很多大佬都很喜欢在这家店谈生意。他家在银座，这是一个日本富人很爱消费的地方，好东西很多，但都很贵，可能我这辈子都逛不起。哎，好了，不要讲那么多废话，再讲一点吧。こんばんは。17時半予約した理由です。2人で。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前菜的设计非常奢华，一个小木盒子里面装了鱼子酱、和牛、海胆，鱼子酱的爆破感加上海胆的鲜甜，我怎么感觉这个菜可以单飞？我第一次前菜吃出了过瘾的感觉。在他家吃肉的体验会很好，会有一个非常专业的烤肉师。里脊算是和牛里面比较瘦的，但就算这样一口下去都很软，因为它的肌肉里面还是挤满了很多脂肪。里脊也是牛身上最稀有、最珍贵的部位，只有吃里脊的时候才会有那种感悟，原来牛肉本身是有味道的。人身上找一坨不油腻的固体脂肪。后切牛舌是最难烤的一个部位，这一块是舌根肉，舌头上面最软最肥的部分。嚼牛舌真的是一种享受。其实我觉得不挤柠檬更好吃，因为我喜欢粉色部分那个奶味儿，又韧又软，也只有和牛的牛舌才能做到这种感觉。每一次吃横膈膜肉，咀嚼的每一下里面都有水冒出来，你能喝到牛肉汤。而且他家每一块肉的调味都不一样，淡淡的孜然味就很像烧烤。他家的沙拉真的很厉害，是用熟成的牛舌来做的，当然还是沙拉。下个菜，烤和牛虽然真的很好，但是多吃2口就会很腻。这个时候来一口白桃味的元气森林真的太解腻。气泡介于牛胸跟牛腹之间的肉，其实就是胸腹膈膜，比普通的横膈膜肉更肥一点，透着光看就是雪花分布的更漂亮。可能这个就是肉很脆吧，进嘴特别像牛肉版的咸烧白，嚼得你满口油香。横膈膜是喝牛汤，这个就是喝牛油。这是一片很常见的横切牛舌，从舌尖切到了舌根，没那么软，但是比较脆嫩，吃起来会有嚼内脏的感觉。我还挺喜欢那个新鲜的味道。然后是一片牛腿肉，还配了个米饭。我特别喜欢和牛寿司，带着肉香的米饭，中国味一下会被满足，就是他们家最贵的一道菜。下面把三明治烤脆，然后会夹着牛里脊最中间的那个部分。对不起郑中基老师，光是制作它的过程看着就很享受，边角料会单独切下来蘸盐吃，它是非常柔和的味道，
外面一层吃起来又薄又脆，因为它是油炸的，所以能够锁住很多油水。烤得温热酥脆的吐司，加上鲜嫩多汁的和牛，还刷了一层微辣带着果香的酱汁。它那个肉的质感和虾很像，吃完特别的满足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和牛三明治。然后是一片水煮的薄切里脊肉，蘸上他们家特制的咸蛋黄鸡蛋泡泡，再加上了黑松露之后，就是你已经能闻到扑面而来的汽油味了。它很像坚果蛋黄酱包裹着和牛，鸡蛋泡泡里面还有神奇的颗粒感，就像麦丽素的心，脆甜脆甜的。它还是很贴心的，给你上了一碗饭，直接泡在刚才那个汽油蛋液里。这一口饭承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黑芝麻雪糕，有点像冰淇淋版的铜锣烧。果然这家店出名还是有原因的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位儿，就是没吃饱。